大家好，我是对对。今天我们来做一周的晚餐备餐。现在基本已经复工复学了，打工人忙碌一整天，下班回到家里早就已经疲惫不堪，但是还要面对每天的灵魂拷问：今天吃什么呢？你是冰箱里翻翻捡捡，随便凑合凑合，还是索性就放纵自己点个高盐高油的外卖呢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备餐的思路，还有一整周不重样的晚餐食谱。周末集中准备个2小时，平日里即使再累，也可以在10分钟内吃上健康、营养又美味的一餐。影片的末尾我会介绍备餐的菜色是怎么安排到每一天的，还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分享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做备餐要考虑每道菜的用时，比如发酵、腌制之类的时间也要考虑进去。这周准备做一道超好吃的印度奶油咖喱鸡 （Butter Chicken）， 还有蒜香烤馕。这2道菜都需要时间，所以开始备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馕的面团给准备好。用料我都打在屏幕上啦，这个量我最后做了7张饼。这个面团湿湿的就不要费劲揉了，盖上厨房巾让它冷静冷静。接下来处理奶油咖喱鸡的鸡肉部分，鸡腿肉切成大块，用屏幕上所示的这些调料腌起来。要是能腌过夜，味道会更好。今天我也腌了有大概1个小时。这时候面团休息了一会儿，稍微揉一揉就能看到面筋起了作用，表面光滑多了。盖上布，让它继续休息休息吧。把米饭也先煮上吧。我最近很喜欢吃燕麦和大米混合煮出来的杂粮饭，即使是空口吃，也能尝到谷物的香甜。接下来把所有摘菜、洗菜和切菜的工作一并完成。查看菜单的话，今天需要的蔬菜有洋葱、土豆、1大颗大蒜，还有西兰花，分别都处理好。西兰花从花柄处切，可以避免破损。梗的部分我一般会把硬硬的皮给削掉，中间的部分还是嫩嫩的，很好吃。今天的土豆用来做自制冷冻薯条，所以切成1厘米左右的长条状。洋葱全部切成丝，都是用在咖喱鸡里的。西兰花改刀，梗的部分也切成小块。一整个蒜头细细的剁成蒜末。今天的菜基本都要用到蒜。蔬菜处理好啦，接下来就开始处理肉。
今天准备做糖醋小排，排骨切成小块，冷水下锅，加姜片和料酒焯水，等待排骨焯水的时候，把鸡翅拿出来洗一洗，表面划上几刀，用保鲜袋装起来。开始预调味吧。这些鸡翅准备用来做酸奶蜂蜜烤翅，腌制好可以保存1-2天，或者是冷冻起来可以保存很长时间。排骨焯好啦，沥水备用。接下来先准备糖醋小排的酱汁，以免等会儿手忙脚乱。接着锅里加油，再下2大勺白糖，慢慢搅拌，小火加热，直到糖色红亮。焯好的排骨直接下锅，翻炒上色。然后把刚刚准备好的酱汁倒进去，转小火放在一边慢慢炖着。切好的薯条加水和盐，先上锅煮一煮。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，生的土豆含水量太高，直接冷冻的话，解冻以后口感非常差。但是煮熟后，或者是做成土豆泥后再冰冻的话，含水量降低后就没有问题啦。接下来上炒锅，先把刚刚剁好的1大碗蒜蓉炒成香喷喷的蒜油，今天很多菜里面都会用到。今天要做的椒汁西兰花会用到蔬菜高汤，我用了市售的高汤块，先加一点点热水融化开，然后再加一些凉水，让温度降下来。刚刚炒过蒜油的锅不用洗，再加几勺蒜油，一些干辣椒段炒香，然后倒入西兰花。直接加入1半的高汤，盖上盖子焖一焖。剩下的高汤中加一些淀粉搅匀。等到西兰花焖到半熟，就把淀粉高汤加进去，翻炒至汤汁变稠。第一道菜椒汁西兰花就做好啦。这时候土豆煮到叉子可以插进去，但不会太过熟烂。沥干水，把土豆冲凉水，去除表面的淀粉。然后在布上铺平，让温度降下来，也把表面的水分给晾干。这时候馕的面团也发起来了，手里抹一点点油，把面团分成小剂子。每个剂子揉圆，盖上布，继续2次发酵。今天还准备做一个蒜香豆角，这种冷冻的蔬菜实在是我们海外党的福音，便宜易得，种类又丰富。冰冻的豆角取出来，把太长的掰成2半。冷冻蔬菜一般都已经汆烫熟了，我直接把豆角放进微波炉，高火2分钟解冻。
用蒜油和盐简简单单炒一炒就非常好吃啦。第二道菜蒜香豆角就做好了。印度奶油咖喱鸡的鸡肉腌得差不多啦，用黄油把鸡肉煎到半熟，倒出备用。锅底还有一些腌料，没关系，直接加入洋葱，可以加一点点水，把锅底的精华都缠起来。洋葱炒到半透明后，就加入1罐番茄碎，这里注意不要用新鲜的番茄代替，番茄罐头的味道要浓郁很多。一边煮一边调味，一点点糖平衡酸味，再随口味补一点盐、辣椒粉、格拉姆玛莎拉香料粉。煮熟后直接用手持搅拌棒搅打到顺滑，加一点点奶油增加浓郁的口感，再把鸡肉倒回去煮熟就可以啦。第3道菜印度奶油咖喱鸡完成。一直在旁边炖煮的糖醋小排也差不多酥烂了，大火收汁，收到汤汁粘稠，撒一把白芝麻，第4道菜糖醋小排完成。刚刚晾在一边的薯条已经凉透了，水汽也少了很多，把它们平铺起来放到冰箱里冷冻。馕的面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取一个出来擀开，整整形。平底锅烧热到200摄氏度左右，把面饼放进去烙，多翻几次面，很快就能看到面饼鼓起泡来，两面上色焦黄就可以啦。做好的馕趁热刷上薄薄一层蒜油香菜，然后用布包起来。第5道菜蒜香烤馕完成。接下来做一个我们家常备的万能肉末，炒菜拌面都是一流。肉末下锅炒香炒散，加入1小勺郫县豆瓣酱和1小勺黄豆酱，翻炒均匀就好啦。第6道菜品万能肉末完成。记得要剩下一点点蒜油，装到小盒子里，可以保存个1个星期不成问题。米饭已经煮好啦，温度也降了下来，拌一拌，分成每人每顿的分量，用保鲜膜包起来冷冻保存。第7道主食燕麦杂粮米饭完成。薯条冻得已经有些硬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分装到保鲜袋里冷冻保存。第8道主食自制冷冻薯条完成。馕的保存也差不多，放到保鲜袋里，每2个之间放一张烘焙纸防粘，这样取出烤在吃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新鲜美味。所有的备餐就完成啦，基本上所有的肉菜和主食都可以冰冻，蔬菜是冷藏保存的，确保2-3天内吃掉就可以。那这一周我们的工作日晚饭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周一我们吃糖醋小排，浇汁西兰花，配上燕麦杂粮饭，基本都是微波炉加热就好，10分钟内搞定开饭。
周二吃酸奶蜂蜜烤鸡翅，蒜香四季豆配上自制烤薯条。鸡翅和薯条可以放在一个烤盘上，喷上薄薄的一层油，220度烤25分钟。蒜香四季豆微波炉加热就好啦。酸奶腌制过的鸡翅非常的多汁软嫩，自制薯条表面烤得脆脆的，中间又能吃到绵绵的土豆香味，基本上不动锅灶就可以吃上一顿。周三吃印度奶油咖喱鸡，配上蒜香烤馕和一个简单快手的沙拉。奶油咖喱鸡可以回锅加热，上桌时撒上香菜和一点奶油，颜值绝对不输美味。馕直接从冰冻层取出来，放到烤箱里200度烤10分钟，表面焦脆，内在柔软，蘸着咖喱鸡吃，差点把手指都吃掉。周四我们吃肉末烧豆腐，蒜蓉生菜配上燕麦杂粮饭。还记得我们剩下的一点点蒜油吗？正好可以快手炒一个蒜蓉生菜。还有我们做好的万能肉末呢，舀一半出来炒一炒香，加开水，嫩豆腐切块放进去，一点点酱油、辣椒油调调味，然后再调一个淀粉水增稠。出锅后再撒上冰冻保存的葱花，15分钟左右，有肉有菜又新鲜的一餐就上桌啦。周五马上到周末啦，冰箱里的食材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这一顿我们吃花生酱拌面，配上万能肉末和白灼蔬菜。这是我家常做的快手菜，花生酱舀个2勺，一点点加水卸开，再加上酱油和辣椒油调味。烧一锅开水，先汆烫蔬菜，再煮上一把面，煮好的面和调好的花生酱拌拌匀，配上微波炉加热的万能肉末，旁边放上汆烫的蔬菜，再切个早餐剩下来的白煮蛋，撒上点葱花，虽然相当简单，但是味道绝不糊弄。这就是我们一周的备餐啦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在备餐的时候，基本上要考虑的要点有：第一，菜品的选择上，肉菜需要能冷冻，一般来说纯肉的菜比较容易冷冻保存，要是肉菜里的蔬菜太多的话，就不太适合备餐了。第二，蔬菜的安排上要挑选水分不多、适合储存的种类，比如根茎类的蔬菜，或是像西兰花、豆角之类的。备餐做好的蔬菜要在一周的前几天吃完，一周的后几天可以多吃些沙拉或者是现做的蔬菜。第三，要提前规划好可以预处理的食材和调料，比如炸蒜油、腌鸡翅、自制冷冻薯条、万能肉末，这些半成品都可以大大的减少工作日的烹饪时间。第四，冰冻的肉菜需要提前1天拿出来放在冷藏柜里解冻，主食的话一般可以从冰冻柜直接拿出来加热。第五，备餐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好吃，要好吃，要好吃。不好吃的备餐只会让你觉得了无生趣，还不如点外卖呢。每次拍备餐的视频总是特别耗时，特别累，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。谢谢看到这里的你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分享和留言。我是对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